颁奖。哦，这个甘吉娜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不公平的，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，双方发生了口角。但是还要服从裁判。总统女保镖输比赛了，不认账，现场撒泼耍横，要打人，不认判罚结果，指着中国选手鼻子大骂脏话，同时还动手推搡，丝毫不把裁判和擂台规则放在眼里。就算被拉开，嘴上还是对着中国选手狂喷垃圾话。这个狂妄的选手来自塔吉克斯坦，名叫甘吉娜，不但是世界跆拳道冠军，同时还是塔吉克斯坦总统的贴身保镖，外号幽灵寡妇。出场时蹦蹦跳跳十分嚣张，仗着自己总统保镖的身份在中国飞扬跋扈，多次辱骂工作人员，还嫌弃中国的饭菜不好吃，对中国拳坛更是不屑一顾。接下来中国打比赛就是给他送钱的，这场比赛对阵他的中国选手是我们的搏击小将陈琳玲。陈琳玲是泰拳出身，曾获第5届室内武道运动会冠军，世界女子搏击大赛冠军。虽然比赛荣誉不是很多，但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嚣张的选手，陈琳玲放话不成功便成仁，一定要证明中国搏击的实力，给嚣张老外好好瞧瞧什么叫中国力量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长按点赞支持下中国选手吧！比赛马上开始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正式开战，由中国选手陈琳玲对阵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总统贴身女保镖甘吉娜。在这边的话，红方选手为中锋选手啊。刚开局两位选手还是打得比较谨慎的，开局甘吉娜就开始猛攻了。我们刚说完谨慎啊，总统保镖直接冲上来了，这就是总统保镖的自信。转身的后摆腿。我能看到甘吉娜开局的这个打法真的相当自信啊，连续的组合技一直打到我们中国选手陈琳玲的头上。那第一回合如此激烈，陈琳玲现在压力有点大啊。我们在赛前讲过，对手的这个荣誉啊是非常多的，而且他是世界跆拳道大赛的冠军，在技术指导方面毋庸置疑的非常厉害啊。但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的恶劣，我们刚才讲到他在平时的生活中，包括来到中国之后啊，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啊十分的恶劣，不但经常破口大骂，还挑剔我们中国的饭菜啊不合胃口。说实话啊，有点太难伺候了。以为自己是总统保镖啊，就觉得天下无敌了，身份高贵。但在格斗赛场的擂台上，真正要看的还是拳头的力量，不是说因为你有什么经历就高人一等。那这边我们看到陈琳玲也是非常快速的做出了还击，拳腿打得很快。虽然说我们在技战术方面可能没有对手成熟，但是陈琳玲这名选手他的韧性很强啊，即便说一直在重压的状态下，他也没有打乱自己的节奏，而是积极的做出还击。低扫，对手低扫的同时，陈琳玲瞬间还腿，可以看到这边正面换拳，陈琳玲打的也是非常果断。第一回合还剩1分半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陈琳玲现在已经来到擂台中心了。慢慢对手发现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现在甘吉娜采取了一个拉扯战术，她有点不敢出击，她也很谨慎的在试探。前连踢扫，前后手，对手转身后蹬腿，拉开了距离。甘吉娜现在采取一个远距离的作战方式，我们不知道她这样的意欲是何为啊？但是她这种一会儿近一会儿远的打法，确实是令人很难受。那这边又扑到近身，疯狂的砸了一波拳，又跑开，能看出来这位选手的拳商是很高的。30秒，第一回合。侧踢，高扫踢，陈琳玲也是做出了有效还击。第一回合还剩10秒钟，漂亮！这边对手出腿的瞬间，陈琳玲是一腿啊将对手的进攻打散。这种见招拆招的打法是中国选手具备的一个特质，这也是我们很多功夫片里讲的一个核心观念啊，见招拆招。那这样简单休息一下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2回合正式打响，陈琳玲对阵甘吉娜。开局，陈琳玲是侧踹，直接先行发难，再加中扫踢，打断对手的转身后蹬腿。可以看到陈琳玲在这一回合的应对啊，要比上一回合冷静的多。看来在下局之后啊，在修整的过程中是意识到了对手的打法，所以说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进攻。
对手想要转身后蹬腿，这边又是一次被打断了。我们能够看到陈建宁现在在拆对手战术的时候是做得非常好的，已经好几波将对手的进攻打断，尤其是这种转身后蹬腿已经看穿了对手的招数。现在只要保持步伐的移动，前后手架得好一点，架得稳一点去进攻就好了。要小心对手的左右手配合拳，这种快速的换拳其实也是甘吉纳的一个打法风格，这种速攻。可以听到现场观众也是大喊为陈连林加油，这就是我们主场的一个好处，观众可以给选手加油。看陈连林下一步该怎么进攻，他现在犹豫。时间还剩1分半，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。低扫换拳，甘西纳又一次扑倒近身，左右手的重拳挥到脸上。陈连林这一波算是遭中了，一定要小心对手的这个左右手重拳啊！准备高扫，但对手拉开的很快。甘西纳这名选手，他的打法就是一个攻速流，他进攻的很快，后撤的也很快，有的时候啊时近时远的去给你打这种远距离、近距离保持战，其实是很能骚扰对手的心态的。这种干扰对手心态的打法，其实也是他做保镖得来的经验。平时做保镖啊，就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要么近，要么远，都得观察到。但是这边他在转身后蹬腿的瞬间被陈连林扑入近身。如果这是一个 MMA 的规则的话，现在已经带入地面了。不过我们这是搏击规则啊，没有这个说法。现在打入近身，陈连林近身的搂抱，将对手这一波的攻势化解。还剩30秒。前手后手拉开，拉开的很快。哦，这边的话，陈连林是脸上有一些伤痕，好像是眉骨被打开了。那这样第2回合将要暂停，去进行一个休整。甘西纳还一脸的不屑啊，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嚣张，样子非常的嚣张。那这样的话，看一下陈连林的伤势。我们看到陈连林的左眼眉骨啊是被彻底打开了。那这边抹上了一些凡士林，做了一些简单的止血处理之后，回到赛场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将要开始本场比赛的第3回合，也是终局之战。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，在这回合将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瞬间出现。陈连林现在眉骨受伤，应该会有一些打法上的改变，应该会打得更加谨慎。而对手因为陈连林的眉骨受伤，他应该会更加主动的去进攻受伤的部位。那这也是一种打法。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开始，两位选手的出招。没有贸然进攻，低扫，对手是前后手再次向面部打来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，对手这种攻速流打法一定要小心，控制好距离。哎呦，这边换腿的过程中自己是被踢倒了。对手的转身后蹬腿这次是命中了，而且这边扑入近身又是左右手的重拳不断向眉骨打去啊，这对于陈连林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情况。这种状况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，因为本身带伤，那很容易就被对手进攻伤口，容易造成一个 TKO。不过这也是在规则范围内，只是说这种打法可能会更偏向于功利，而不是比赛的武德方面。那这样的话还剩2分钟，目前甘吉纳打的是很主动啊。整蹬换拳，甘吉纳的打法就是一波一波的，这波快下波慢，让你摸不清他的打法节奏。转身后蹬腿，陈一鸣冲过来，拳腿配合，对手差点滑倒。哟，这边好像是差点滑倒，有点危险。还剩1分半，就是最后的时间了。想要赢得比赛，陈一鸣在这回合必须要多打一些得分。对手快拳进攻，其实拿的得分是蛮多的。侧踹，两人换腿。好的，甘吉纳的这一招有点不离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距离的这个发现这个感觉进来了，用你得我们能够看到陈一鸣也是通过大吼的方式啊，来为自己提升士气。
可能脸部的伤痕也是对自己有些影响的，会很痛。但是他通过这种吼叫的方式，让自己的肾上腺素飙升，先忘记这种痛苦，赶快让自己的精神集中，去应对好现在这场比赛。最后的40秒，侧踹将对手堵到了边角，甘吉纳看起来想要稳住自己的得分啊，他不太敢拼了，他知道时间快结束了，他感觉自己的得分是优势，所以他现在打得非常的保守。陈一良侧踹，对手前后手再打出，陈一良的眉骨啊又流出了鲜血，这边止血措施已经失效了。甘吉纳是瞄准了这儿打，最后的15秒。不过目前来看的话，两位选手的得分差距肯定不会很大，要么基本相同，要么不会很大。最后的10秒，还是想起腿的，那这样的话在拉扯过程中比赛结束，没有打出 KO 或者 TKO， 那将要进行一个得分的判定。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比赛结果。第28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个陈琳琳。可以看到，在比赛结果宣布之后，对手甘吉纳是不服从比赛的判罚结果，他非常气愤的啊，要与陈琳琳再打一架。而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了体育精神。要知道，比赛已经结束，还在这推推搡搡、动手打人，实在是没有武德。可以说啊，既输了比赛，又输了人。